他才是亚洲第一飞人。小伙16岁，狂奔10秒09，力压日本天才柳田大辉，顺便打破世界少年纪录。这个人就是泰国选手普利波尔·布松。这位06年出生的短跑小将，他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呢？最开始是在国内的全国比赛，布松全力爆发，男子100米跑出10秒19，直接打破了泰国尘封了24年的全国纪录。但是因为没有记录当天的风速，所以这场比赛的成绩并不能被大家所认可。所以即使他展露出未来短跑巨星的雏形，也不够吸引眼球。大家一致认为，16岁的布松和18岁的马来西亚亚新，还有日本柳田大辉实力差不多。直到他开始参加田径世青赛。这位泰国16岁小将给了世界一点小小的震撼。首先是第一组预赛，18岁的天才青年马来西亚选手亚新和非洲短跑超新星特伯格同台竞技，最终特伯格拿下第一，亚新则是跑出了仅次于特伯格的10秒09。虽然不是小组第一，但是他改写了马来西亚全国纪录。泰国选手在预赛第6组，布松这场比赛简直是碾压式。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落后了一些，但是在后程他直接爆发了，直接拉开了一个身位，越过了终点，跑出了10秒20的成绩，在整个预赛中位于第3名。Finland, but look at Bunisonda in lane 3 now. And behind him, Gizeh of USA. Well, he did have the best on paper, 10.19 seconds, and he always matched it there, 10.2. 柳田大辉也不赖，跑出了10秒24，拿到了第4名，都成功晋级半决赛。半决赛才是真正的开场，这一抹蓝色的身影在全世界的面前跑出了10秒09，领先所有选手，直接刷新了世界少年100米纪录。原本 U18 世界最好成绩是尼日利亚选手跑出的10秒13，直接原纪录一口气推进了 0.04 秒。Getting away. Oh, and the Jamaican is out. Looks like he's hurt an Achilles, and coming through there is the Japanese Yanagita. Yanagita being passed by Boonsong. 日本选手也在大赛中突破自我，跑出了冲出10秒15，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Last 50 meters, Davidson's gone there. Yanagita was so strong. His form didn't change. It was Buson who just turned on the turbochargers, and it took him a little bit longer than the rest of the field to get up to his top speed. 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强男子青少年100米决赛现场，这场比赛里可谓是诸神齐聚，1道美国选手，2道古巴选手，3道日本选手柳田大辉，4道博茨瓦纳选手特伯格，5道泰国选手布森，6道牙买加选手克鲁梅，7道南非选手查理森，8道马来西亚选手亚星。让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吧。Bunsong, Thailand. Krumi, Japan. Richardson, South Africa. Palmy of Malaysia. Away they go first time, and Tobogo's well into his running, as is Nkrumah. But look at Tobogo in the middle. It's Tobogo. He's turning round. He's celebrating. 这场比赛的第1名是19岁的特伯格，他在比赛中跑出了9秒91，再一次打破了自己创造的世界青年纪录。甚至这还不是他的极限，因为在比赛进行到70米的时候，特伯格就已经开始庆祝了。看看他，甚至回头重现了博尔特经典一幕。如果不是这一眼，我相信他甚至能把成绩推进到9秒85。第2名是牙买加运动员克鲁梅，他的成绩是10秒02。克鲁梅刷新了牙买加的青年纪录。第3名是南非选手理查森。那么泰国小天才呢？布森在决赛中跑出了10秒12，他以 0.001 秒的差距败给南非选手理查森。虽然没有奖牌，但是才16岁的布森前途不可限量。如果你喜欢的话，点赞、评论、关注都是最好的支持，这对我真的很重要。谢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他是田径4金花潜在的对手，曾在女子接力中担任重要的一棒。他就是湖南飞人黄圭芬。97年出生的黄圭芬是湖南省最有发展潜力的短跑运动员，曾参加南京亚青会女子200米决赛获得冠军。2017年9月5日，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进行的第13届全运会田径比赛中，黄圭芬以23秒24获得女子200米冠军。而她在女子接力赛中的表现也再次让她走进人们的视线中。2018年6月28日，
在加拿大温哥华进行的2018年国际田径精英赛暨田径对抗赛女子200米，黄桂芬以23秒76获得冠军。之后的女子4x100，梁晓静、葛曼棋、黄桂芬和袁琪琪以43秒75获得冠军。她是继梁晓静、韦永丽、孔令威、葛曼棋等4人之后100米或200米项目上最有潜力的运动员。黄桂芬16岁的时候，在同龄人中已经没有对手了，而她的腹肌也比梁晓静明显。在2021年全国田径冠军赛暨东京奥运会选拔赛女子200米的比赛中，黄桂芬状态出奇的好，全程放松，极力冲刺，最终碾压孔令威夺冠。这样的黄桂芬呢，变成了一个夺标的大热门。她在预赛当中就表现的是非常的专注。另外305号国家队的孔令威，孔令威呢在接力当中是跑第3棒，他的弯道跑能力是他的一个特点。好的，比赛开始，在大雨当中进行的女子200米。在出发之后，黄桂芬是处于领先。孔令威呢，在弯道慢慢的加上来，弯道进直道，在中间的童增欢也是在后程在发力，两个人呢非常僵持。那么最后的冲刺，黄桂芬跑得更加的放松一些。孔令威呢前面领先，但是他跑的节奏上有些僵，后程的降速的幅度比较大。而黄桂芬呢，他跑得比较放松，开始呢就没有被对手的领先呢打乱节奏，所以他后程呢还是优势更明显。开始跑得很放松，也没有去抢那个位置。200米呢，这个节奏特别重要，特别容易跑僵，尤其是在雨天当中。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有其他的选手超过自己的，他也没有变自己的跑动的态势。然后后面越跑越松弛，越跑越松弛，他的速度的减小的幅度是最小。大雨当中呢，运动员也确实是不太能于睁开眼啊，视觉上也受些影响。两个一直僵持了大概有30米。黄桂芬的最后的放松的节奏，让他应该是赢了半个身。努力终会得到见证，这就是最有力的说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会，拜拜。这样是黄桂芬23秒53获得了冠军，孔令威是获得第2，童增欢是获得了第3。出生平凡，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他以1.56米的身高，却在黑人的包围中脱颖而出。他就是广东23岁女飞人梁晓静，在比赛上的表现常常令人出乎意料，常常在比赛中位列前茅。梁晓静的起跑爆发超强，跟飞人苏炳添有得一拼，甚至有的时候依靠强力的爆发超越了大姐韦永丽。就像在2019年世界田径选拔赛女子100米决赛，梁晓静在短跑项目的天赋可谓是怒拔头筹，由此成为中国田径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成功达到世锦赛双标的天才选手。拥有非凡的短跑天赋，而且又自律努力训练，积极激发自己的短跑潜力，也难怪梁晓静可以在这众多黑人面前脱颖而出。就像在2018年在伯明翰举行的世界田径冠军锦标赛室内女子60米预赛上，梁晓静的起跑爆发像极了苏炳添，但在后程的加速上没有大姐韦永丽那么强劲，最终以7秒24的成绩成功晋级决赛。Philip, of course, going for Great Britain, our other competitor in this 60 metres, and I'm sure all of the contenders will just be having a little eye on each other in these heats. Nothing too scintillating in terms of times yet. Skippers gets a reasonable start. The young Chinese athlete Liang away and running well. Karina Horn's having to really get back into this and might have just got the 3rd spot. Skippers came through for the win, 7:20. Liang after that very good start
rewarded with a qualifying spot. And Horn, I was watching her, had to really get moving in the last few meters to ensure her third spot. In fact, she got second in the end, Colin. 7:19, good performance from the young Chinese athlete. Very quick start. Very quick indeed. And watching it, Steve, I was wondering whether Daphne would have tried to run a little bit quicker, a little bit sharper, but she looked very relaxed at the end. Really not the best of starts from her. Remember, the athletes around her are not the ones who can run 7-0. And you want to really showing your dominance on people who are running their personal best around that 7-2 mark. But she switches down very early indeed. So to be rewarded at that time of 7:19 means that she's in decent shape. She's certainly got a metre of running left in her, which will take her into those 7-0s, which means she'll be very competitive later on. Yeah, I thought she looked very relaxed there, actually, particularly the last 15-20 metres. She doesn't get the best of starts, as you said, powers up, and then that huge frame of hers, once it gets moving, she can generate the speed, runs down Liang, and then she can turn off a little bit, relax in the last 15-20 metres. I thought that was pretty good, actually, from Daphne Skippers. Karina Horn, by contrast, was rocking and rolling, having to fight hard after not the best of starts from her. Look at that there, very 7:19, 7:23。两小劲虽然身高只有1.56米，但速度一点都不慢，前程启动爆发能力可排在全国前列。可惜的是，他在途中加速和后程冲刺实力不能和身材高大的外国名将比拟。Gardner's pulled up, but Ashley Smith storming away. Cambodia in second place on the near side. Good running from the Jamaican there. Joniel Smith takes second place. 2019年多哈田径女子200米预赛上，最后100米加速一马当先，超越大姐韦永丽，拼尽全力获得第一。